得想个法子，逼徐之秋自己露出马脚。好，哈，如此轻易便说好？答应过的事情，我自会想办法做到。不过有条件，西南府可从不吃亏。又想要什么？那要看你肯给什么。整片西南，如今可都是段王的。如果我说想要更多呢？段王莫要强人所难。等我一下。啊？到底是要什么？喏，刚买的烧鸡，你吃完，我便答应帮你。这就是你所谓的条件？不然呢？赶紧尝尝，你都连吃了3天素面了，知道的说你是皇帝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谁家和尚呢。朕不……我刚说了，你吃完，我才答应帮你。晋江文学城，语笑阑珊原作，猫耳 FM、北斗企鹅工作室联合出品，《帝王攻略》第6期。哎，听说啊，这大雁城要变天了，咱们这位知府大人可没几天好日子过喽。皇上啊，对咱们这位知府可是不满得很呐。这我倒是听说了，约莫过不了几日啊，便给撤了官职，差遣回京了。哎，怕不仅仅是革职这么简单了吧？都说1年青知县10万雪花银，看来真是不假。照如今皇上的意思呀，估摸连王城里的徐老爷也脱不了干系喽。哼！你可听清楚了，百姓们当真这么说的？千真万确，奴才亲耳听见的。怎么会这样？皇上究竟什么时候知道的这些？大人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急什么？想不出法子来对付，就别给我添乱！出去！是。大人可是遇到了难处。谁？你怎么敢在这里？如今外面连3岁的小娃娃都在说，皇上对大人的政绩颇为不满。我们蓝教主又怎么会不知道呢？胡言乱语，本官可从未听过。大人光着急怕是没用，为今之计，只有答应教主的要求，方能有机会保住这顶乌纱帽。皇上尚且在城中，有何事不能等到日后再说？若是皇上不在，只怕大人也不会甘心受制于人。若大人识相，便乖乖交出司库里头的金山，教主自不会多加为难。你们教主胃口未免也太大了。大人还真是死心眼，只要秋风村还在，大人的司库便不愁没银子。这回没了，2回再赚便是。留得青山在，还怕没柴烧？住口！住口！不要再说了。哼，大人还是再考虑一下吧。不过，我家教主可不是个有耐心的人。蓝姬，段王以后可以学着多走走门。怎么知道是我啊？要是刺客呢？四喜，抓刺客！喂，本王开玩笑的。喏，吃不吃？方才路边摘的。花也能吃？甜的。宫中的人如果都像你这般，什么都敢往嘴里塞，只怕活不了几天。你放心，有我在，无人敢害你。这花叫灯笼心，西南漫山遍野都是，
若是有机会，以后我带你去看啊。说正事，办得如何了？徐之秋坐不住了，兰姬自然更坐不住。兰姬现身了？那倒没有，只是派了人和徐之秋交涉，被我堵了个正着。你这法子倒是有效，3、5天就逼得他不得不现了形。庞的和咱们推测的差不多，大贪，还私藏了座金山。只是他们提到了一个地方，我倒是没听过。你知道秋风村吗？秋风村？出了城，快马加鞭半个时辰就能到。这大雁城毕竟地方有限，因此一些大的木梁车具都是先在秋风村里做好样子，再运回城中铺子里拼装，最后再通过雁水河售往各处的。听今日二人所言，徐之秋的猫腻应该就藏在那里。你总待在驿馆，想必也闷得很。去秋风村散散心。若是被人发现呢？易个容便是。朕可不会。西南府的人个个都是易容高手。好吧。先来一层粉，再来点这个啊，再抹点儿。涂了什么？痒。好了，照照镜子，看看如何？倒像是个寻常生意人。走吧，微服私探，秋风村。这里看着和寻常村子也没什么两样。既然是以木匠活为生的，家家户户都在做工，表面上自然是看不出有没有藏着秘密。看来不去问问是打探不出什么了。你要做什么？做生意啊。这位大哥，可否讨碗水喝啊？小心着点。哦，可以可以。二位是来看货的？是，想订购一匹马车轱辘。看大哥这院里似乎堆了不少零散件，多谢。您要买货的话，还得从城里头商铺订。这里只做些零件，家家户户分的东西都不同，最后拼装贩卖还得在城里头。原来如此，那大哥便是专门做车轱辘吗？还有这些桌腿和木盒。木盒，看着有些大，不像是女儿家装首饰的。这我就不知道了，都是城里商铺交来的图纸，我们照样做好就是了。看大哥手艺如此娴熟，想来也是做了很久了。家中祖辈就是做车轱辘的，这木头匣子吧，倒是几年前才开始做，却卖得最好，每个月少说也出去200来个。看着挺精巧，我可否带一个走？这可不行啊！吴员外特意嘱咐过，这木头匣子不能给外头人买，多少银子也不行。这样，是在下鲁莽了。没事，客人太客气了。若您真心想要啊，去大雁城里吴家车行问问便是。我这儿做好之后，也是要送到车行去的。多谢。那我们就告辞了。客人慢走啊！方才我看你一直盯着那个木头匣子，有何古怪吗？古怪说不上，但实在不像日常能用到的东西，既笨重又不好看，也装不了许多物件，卖不出去才算正常。去城里看看便知。吴家车行离驿站不远，先前还曾看到过，生意似乎不错。吴家车行，看着生意真是红火啊！快些进去吧。等等，有事吗？你若是这副姿态走进去，不出10步就得被认出来。既然易容成小贩，走起来哪能这般气宇轩昂？那要如何？腰不能挺太直，背呢要弓起来一点，这样才对嘛，就像街上普通百姓一样。走吧。伙计。客人您要不先逛逛，咱这人手不够，实在是没空啊。无妨，小哥只管忙，我们也只是闲来无事过来看看。请问这院后头还有别的货吗？客人，这后头是咱老板的私宅，谢绝客入。您要看货的话，就这前头这些。那是我唐突了，抱歉。
啊，没事没事，您客气了。那您二位先看着。你方才问后院是有何发现吗？就是什么发现也没有，才叫古怪。你看这车行里，主营各式马车，兼着卖些桌椅板凳，并没有我们刚才见到的木匣子。按照秋风村的村民所言，今晚会有村里的人来这车行里送货，至少可以跟着看看，那些木匣究竟最后被送往了何处。好，今晚我便去。那走吧，先回驿馆。哎，出来这么久也没吃顿饭，正好有座酒楼，填饱肚子再回去吧。哎呀，我就快走吧。二位里面请。二位爷要吃点啥？你先点。来一份青菜羹，一碗酿豆腐。就知道。来一份八宝嫩鸭、醉酒牛肉、干烧猪脚、海参丸子、红烧羊腿、布袋鱼。就您二位爷，这菜怕是有点多啊。无妨，上菜便是。好嘞，客官您稍等，这就给您传菜。这才叫吃饭呢。莫不是你之前在驿馆一顿都没吃饱过？我跟你说啊，平日里不要总在驿馆吃饭，天下都知道皇上节俭，地方官员想给你多做几条鱼几碗肉，都要担心会不会掉脑袋。再被你夸张下去啊，朕就不是清廉勤俭，而是脑子有毛病了。在外头还自称朕？我怎么今日胃口如此不好啊？那根鸭腿在你碗里翻来覆去，少说也被夹了几十回了。可以回去了。急什么？景致正好，不如……哎呀，走吧。慈禧，备热水，朕要沐浴。皇上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方才就急着回来就要沐浴。面具太闷，我帮你。哎呀，好痒！哎呦，怎么起了好些疹子？劳烦公公取些热水毛巾来。哎，老奴这就去。怎么不早说？看你方才的架势，不知情的还当饿了10来天，哪里敢打扰？都这个时候了，嘴也不饶人，楚皇可真难伺候。疼吗？一直就不疼，只是有些痒罢了。是我先前没考虑周全，幸好只是半天时间，否则只怕还会更严重。看你的表情，像是要毁容。哪有？我先给你上些药，一会儿再敷一下，明早便会好了。还是痒。还笑？下回不带你这么玩了。可是今晚秋水村的人还会到车行送货啊。这些事就不要管了，你安心休息。若哪里难受，告诉我就好。你未免将朕看得太弱不禁风了些。本就是弱不禁风，否则怎么会被一张人皮面具搞成这副模样？西南王，别太嚣张，你的蝎子尾巴都要翘上天了。本王哪有长什么尾巴？总之，你在驿馆安心休养，等我的消息吧。就看看你们在车行的私宅里都做点什么交易。咦，来了，今儿的货钱先结了吧？自然自然，老爷吩咐过，1分也少不了你的。谢了。银子还当真不少。进库吧。咦，原来私宅后面还有这么个废弃院子。屋子里是空的，那些箱子呢？有暗道啊！
3、4万同房之愿，莲袖泼墨一卷，而情至深处，画中你与我比肩。写过诗句百篇，经已忘年，树儿梅花开满天。恰好这个世界，恰好的一切，黄土把夜笑谈间。此生缘风沙，地也千古未平。抬头是天，心月圆，山河如画，唐突了离别。雨落心中之前，别虚透窗沿，重逢是否能预言？半月渐离冬天，想起了思念，不急不缓这缠绵。夜半钟声遥远，困于山巅，铁甲战双人无眠。恰好风吹了叶，恰好的满园，3000情丝绕指尖。此生